是谁啊？为什么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究竟是谁？哎，小唐，小唐，梦到什么了呀？梦里还皱着眉头。我梦到了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女子。兴许我是太想要一个姐妹了吧？别想这些了，还不如想想我们的婚事。我早就想好了，到时候我们就回到小木屋，那里既安静又简单，只有你和我。摩罗女帝的婚礼本该6界瞩目，举世欢庆，因为我不得不委屈你了。才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虽自幼生长于地宫，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繁华，那么精致，可我最开心的时光还是在小木屋的那段时间。那个时候，我不是摩罗族女帝，你也不是麒麟族的2王子，我们是多么的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啊！而且，我想和你在那里成婚，也想以小唐的身份嫁给那个一见钟情的少年郎。兄长已经回去数日了，我一直给他写信，但他始终没给我回信。我有点担心。你是担心你的父王母后不同意你隐瞒身世，和我成婚？我知道，你愿意舍弃身份，就是想要两全。可是，这世上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。若你要与我成婚的话，就注定会将你兄长陷入尴尬的境地，也会将你兄弟2人的关系越拉越远。那你会选择放弃我吗？就算6界都反对这门婚事，我也不会改变心意的。这次又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好了，睁开吧。原来这几天你神神秘秘的，就是为了给我准备嫁衣啊？你呀，成天忙于政事，那这些事，自然是由你未来夫君来办了。喜不喜欢嘛？喜欢，非常喜欢。那既然这么喜欢，帝君，大事不好了！天降神谕，说摩罗女帝将会入魔灭世。不必惊慌，神谕不过是预兆罢了。我要是不愿入魔，难道还会有人逼我？不可能，你绝不会是魔女的。属下也觉得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就算真有魔女，也不可能是帝君。难道说，这
这沈玉所说之人是明月公主吗？除了浩轩，没有其他人知道她的存在了。而自古以来掌管神域的，又是麒麟族。二殿下，麒麟族向来掌管神域，此事，